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防务面对面，我是王宇田。美国最近一直在南海搅风搅雨，尤其是菲律宾的新总统上任之后呢，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就大大的又往前了一步，想呢是借域外大国的势力来挑衅中国在这方面的一个权威。最近美国呢看到了这个机会，也趁机呢就是投入了更多的力量，其中有一点呢就让中国这边就是感到非常的不愉快，就是美国说有可能帮助菲律宾给在仁爱礁上坐滩的那个破船提供补给。这个事情要发生的话，中国那就要跟美国真的面对面的碰上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中国是怎么解决的呢？我们请来了军事专家王云飞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我们中国在南海的斗争策略。就在最近这几天中菲双方围绕着菲律宾这个马德林3号坐滩仁爱礁的这么一个，咱这不能叫它舰，这么一个建筑就是破船围绕这个问题的双方的斗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你来我往。菲律宾一直呢想通过其他的小船呢给这个船上送一些建筑器材，这是中方不能答应的。也许在杜特尔特时期呢，双方有过默契就是说，你如果对这个舰上的人补水、补食品，这个我们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可以的，但是这个舰应该让它自然消化、自然破解，你要对这个舰进行加固是不允许的。所以大家看到，其实在杜特尔特时期呢，菲律宾尽管呢有对这个礁上输送物体的这个小船经常出现，中国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采取太强硬的措施。但是到了马克思总统时期，菲律宾方面突然改变了他们的做法，一直想对这个破船输送加固器材。什么目的吗？就想让这个马德林3号永远存在下去，成为事实上菲律宾占领这个仁爱礁，这中方当然是不能答应的。最近一直没有输送上去，所以美国发话了，美国印太海军司令发话说，准备给菲律宾对马德林3号补给的船提供相应的支持。当然这句话现在有一点含糊，究竟是美国自己补呢，还是为菲律宾补给的船进行策应补给呢？当然我们认为这都有可能。就在这个紧张的时期，大家在网络空间已经看到信息了，中国的一个拖船在这个附近出现了。拖船来干什么？那我们可以有各种解释，一个当然就是维护现场，因为拖船它的补给能力比较强，在现场进行维护秩序，它本身也是有用的。第二个就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了，拖船它的主要职能干什么？那是拖走对不对当然了，这个破船恐怕都经不起拖，因为坐滩在仁爱礁上已经有20多年了。其实在1988年314海战之后越南有一个和马德林3号一样的登陆舰，叫 H05号登陆舰，当时被中国击伤之后逃跑了，又逃跑不回去，最后是坐滩在鬼海礁，离我们的赤瓜礁只有1.5公里。坐滩上去之后，越南又舍不得，越南它的大舰也少当时也是越南最大的舰艇之一，所以越南想用拖船把它拖回去，结果才拖出了几海里之后，那艘破登陆舰就沉掉了。那当时很紧张，越南赶快砍缆要不拖船也被它拖下去了。如果菲律宾方面对这个破船采取其他让中国不能接受的措施的话，那也不排除中国把这个舰给拖，当然不可能再拖到航行了吧？坐滩那么多年，它跟礁石那是犬牙交错的状态了。什么意思一拖这个舰就烂掉了。当然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也会出于人道主义的角度把这些人给救上来，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事件就告诉菲律宾，永远做下去是不可能的，不排除在某一个关键的时期，中国采取特殊措施清除这个舰在仁爱礁的存在。实际上呢，这个船出现在仁爱礁本身就是中国出于人道主义措施因为他说这个船当时遇难了坐滩，
我们就让他在那儿待着了。结果啊，这一待啊，待了20多年，他不走了。那现在反而说这个礁是他的了，哪有这样的事儿呢？所以呢，这个主权在中国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菲律宾想通过这个方式来搅乱这个主权的争议，这个呢也是不可能的。大家可能要问，那美国也表态了呀，美国要支持，别忘了这个礁距离我们的美济礁不远，我们在美济礁是有值班的战斗舰艇的。美国想用这句话吓中国，中国不是被吓大的。在这个海区，中国的应变能力，其实菲律宾、美国加起来，中国也不会害怕。如果采取激烈措施，那这个后果恐怕是非美都难以承担的。好，那关于仁爱礁的这个斗争呢，今天我们先讲到这儿。未来呢，这个破船的命运，只能是沉入大海。好，本期节目先讲到这儿，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下期再见。